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的外长雷特诺4号表示，3月将与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进行首轮谈判。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加速，有助于东盟国家与中国增进信任、凝聚共识。近日，美军宣布使用菲律宾的4个军事基地，在此情况下，印尼代表东盟宣布加速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谈判，显示域外大国企图在南海搅浑水，这反而使东盟国家加强戒心。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印尼外长雷特诺2月4号在东盟外长雅加达闭门会谈后表示，印尼计划与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加紧谈判，以最终确定南海行为准则。香港南华早报称，在4号的声明中，东盟国家外长敦促各方在南海问题上以建设性和和平的方式共同努力，同时呼吁采取新的战略和方法。Commitment of members to conclude the negotiation of the COC as soon as possible is obvious, bearing in mind the need to have a substantive, effective, and actionable COC. Members are also committed to promote implementation of DOC. 东盟国家拒绝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被认为是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政治基础。印尼外长雷特诺4号再次对媒体强调，印尼总统佐科在会议前向各成员国的外长重申，东盟各国不应成为任何大国的代理人。佐科去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盟峰会上也强调过这一立场。印尼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佐科此前就将确定南海行为准则等议题列为工作重点。印尼雅加达邮报在今年年初的报道中坦言，将南海争端的管控提上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是印尼2023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但观察也指出，印尼是东盟内最有动力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国家之一。过去南海发生摩擦时，印尼就曾多次呼吁东盟其他国家回归2002年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印尼政府还多次表示，在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之前，各方必须保持克制，通过协商处理摩擦。我想，无论是对南海问题啊，还是对东盟的关心的其他问题啊，印尼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的外长的这一个表态啊，毫无疑问为南海行为准则进入实质性的磋商啊，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是南海行为准则正式启动谈判的第10周年。我想，今年应该是南海行为准则的非常关键的一年。那么其中的印尼的角色是十分的重要的。事实上，早日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一致，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识。此前，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相继访华，随后发布联合声明，也都提到这一点。对于准则的谈判呢，应该说东盟的各个方面呢，还是表现出相当的积极主动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下的主要的障碍是东盟的各方不要放大各自的诉求啊，我觉得各方应该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准则的这个谈判。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自2013年启动，2019年形成单一文本，并完成第1轮审读。但随着第2轮和第3轮审读的推进，有关各方围绕重大复杂问题的分歧逐步显现，期间还发生了南海仲裁闹剧。但在此之后，各方也意识到，只有沿岸国家通过谈判达成共识，才是解决区域国家安全关切的唯一正确渠道。在南海仲裁闹剧黯然落幕后，域外势力搅浑水的企图也在南海沿岸各国的反对下而逐渐消停。南海逐渐回归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和繁荣之海。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也呈现出加速的趋势，但之后又因疫情、全球大流行而耽误。值得一提的是，东盟国家对大国博弈、对南海局势的影响始终保持警觉。出席此次东盟外长会议的新加坡外长维文就专门谈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访华的消息，他代表新加坡政府对此表示遗憾。维文希望中美两国能在中期达成权益妥协，避免局势持续恶化，更呼吁大国跟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应基于各自的优势和实际利益，并非出自大国影响力角逐的视角。
马来西亚媒体认为，当前紧绷而脆弱的中美关系给东盟形成了巨大考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博弈加剧和美国印太战略阵营化趋势可能导致个别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投机倾向变强。就在本月2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维斯会面后宣布，两国同意扩大2014年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菲律宾再给美军开放4个军事基地。英国广播公司称，这些重要地盘将为美军提供一个前沿据点，监视中国在南海和台湾地区周围的活动。通过这项协议，填补了美国从韩国、日本到南边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岛链上的缺口。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美国搅局南海动作不断，但东盟第一大国印尼呼吁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加紧谈判，最终确定南海行为准则。您对此如何看？印尼乃至东盟集体很清楚，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是大非上，他们与中国高度契合。这其中呢，南海绝不是他们与中国的主要症结所在，管控而不是放大才是对共同利益负责。今年呢，印尼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在国际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和集团对抗加剧的当下，如果能在亚太营造出团结向前的氛围，在大国之间创造对话平台，无疑会大大提升自身的软实力。这一方面，印尼有经验，也有信心。印尼非常注意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海洋国家的合作与互信。像美国、日本、法国等域外大国，你可以提供安全帮助，但绝不能成为地区事务的主宰，尤其防范地区的军事化。我认识一位多年前去过印尼泗水访问的海军翻译，他在与印尼海军的接触中，感觉他们对真正的南海航行自由的理解和我们很接近，都认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几十年来南海都是太平的。有位印尼海军上尉说，在南海掀开军舰上的炮衣是不合适的。更重要的是，南海行为准则协商已进入深水区，中国和东盟各国更需要互视善意。如果因为某些东南亚国家受域外大国的拉拢，谈判消极，或者故意搞拖延战术，甚至制造事端、延宕措施，那将是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损失。展望今年，中国将会更加积极主动作为，与印尼等东盟主流国家推动包括南海在内的复杂问题逐渐解套缓和，保持亚太局势整体向好。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